在仆人口中，莫德才知道这个长相畸形、智力低下的男人就是公主不愿提起的儿子一波。所有人都害怕他，唯独莫德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能留在布兰迪家族的机会。怪物再丑也是王子啊！公主在听说了这件事后开心坏了。这几天怪物没吵没闹，她难得的睡了几天安稳觉，于是主动要求莫德多住几天，而这正中莫德的下怀。他急忙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马，两人开心极了，躲进草丛约会。结果被路过的卡农看到，但他什么也没说，点点头就离开了。莫德十分好奇他的身份，总感觉他跟其他仆人不太一样，对公主也没那么尊敬。小马笑了笑，随即又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严格来说，卡农才是小马的亲生父亲，当年与圣母私通的正是卡农。但因为他出身低贱，为了压住这张丑闻，布兰迪家族与他做了一个交易，只要他不跑出去乱说，就给他一份庄园的工作。莫德听完大受震撼，同时也涌出一个想法，撩妹没用，还得撩汉子。于是后来的时间里，莫德完全开始了狩猎模式，不仅向上兼容，俘获了王子一波的好感，还向下收割斯基罗克，以婚姻维尔当做备用筹码，同时又撩车的小马维护自身地位。但仅仅这些他还不是不可替代的，必须全面发展，做好分支，主动和庄园内的人打成一片，学习所有的运行流程。公主对莫德的表现十分满意，而她本就有心让莫德留下来，便提议让他协助卡农一同管理庄园的财产。可卡农不屑地冷哼一声，他没有带徒弟的打算，也不认为一个女人能管理好庄园。眼看卡农如此不给面子，公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直接下令，莫德不是徒弟，并且从今天起你也要尊称他一声夫人。 Anzi, dillo subito, così ti alleni. Senta, visto che è una scazzina di Carusa, posso chiamare almeno Pacioncina? Va bene. Grazie, Carmen, abbiamo finito. Al suo servizio. Pacione e Pacioncini, arrivederci. 就这样，莫德成功上位。卡农依旧看不起他，但事实证明，女人也能管理好庄园，尤其是对果实种植、农产收成、财务报税，对莫德都易如反掌。但眼看莫德飞得越来越高，斯基罗克就慌了。已经这么久了，两人的婚事早该宣布，可莫德还是敷衍的要等一等。罗克急了，将车开到了没人的地方，直接挑明。他已经调查过，莫德在9岁时就被玷污了，但他并不介意，只要莫德愿意嫁给他就好。Dove? Basta mi trovo capo a casa dei miei. Là nessuno saprà del tuo passato. E mica dove travagliare. Ci penserò io a mantenere. 莫德暗自冷笑，用一个吻堵了上去。在他心里，罗可已然成为了一个妻子。而当天下午，莫德正陪着王子学习时，他突然扑了上来，对着莫德动手动脚。还好仆人来得及时，莫德这才幸免于难。公主听说了这件事后，当即就命管家找来一名农妇，以供王子的需求。但很快，农妇便惊恐地出来了。经历了这些事，莫德有些心累，可小马却精力旺盛。他的爱太过纯粹，所以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总是闹着要莫德抛弃工作陪他。但他真的没有时间了。公主随时可以反悔赶他走，王子好像也不是非他不可，尤其是今天的农妇愈发让他感到危机。可转念一想，他好像也可以这样，然后顺势嫁给一波不就完了？就算他是傻子，那也是布兰迪家族的傻子。说干就干，莫德连夜起身，做好伪装，穿过农业，偷偷来到农户家里。在他口中，莫德打听到了王子的隐私。其实王子很单纯，根本不懂男女之事，需要教他。 Camano. Bonocchio? Sì.E così tutte le volte. 回去路上，莫德正想着如何实施计划，结果却意外碰到了卡农。对方坚持送他回到庄园，还提前祝他新婚快乐。莫德懵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卡农就解释道：“昨晚与罗科喝酒时，听说了你们订婚的消息。”莫德瞬间脸色铁青，当场找到罗科对峙，为什么要公布两人结婚的消息？闻言，罗科也异常火大，他已经等得够久了，莫德到底是嫁还是不嫁？与罗科彻底撕破脸后，也意味着莫德没有了退路。于是第二天，他趁给一波读书时，缓缓掀开了自己的裙角。单纯的一波果然中计，还以为这是默许，直接就扑了上去。而这件事果然闹大了，一波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医生们也控制不住，哪怕用钳子撬开他的嘴，也全都吐了出来。一群人叽叽喳喳，半天想不出来一个办法。公主暴怒不已，要真让他饿死了，布兰迪家族颜面何存？而眼看火候差不多了，莫德急忙出来道歉，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如果自己离开了，或许就能平息这场闹剧了。Su questo increscioso argomento! Principe! Che una!
果然，一切都和莫德预想的一样，贵族们最在乎的就是颜面了。发生了这种事，他是绝对不能让莫德离开乱说的。当天晚上，伊波又嚎叫着要见莫德，司机罗克听见了，公主和卡农也听见了。小马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刚钻到莫德房间，还没躺下，公主就来了。小马急忙藏到床下，没想到却听到公主说要把莫德许配给伊波。等等，小马有些懵，如果伊波算自己的舅舅，那莫德就算自己的舅妈了。小马想着莫德肯定不会答应，但莫德不仅答应了，还答应得非常迅速，就连公主都有些意外。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将婚礼定在了2天后的私人教堂里。但有一点 Però non ti azzardare a farti mettere incinta. Non voglio nipoti. Non voglio che ci sia un altro scorpio a rovinare il nome della famiglia Brandiforti. Siamo intesi?公主走后，小马当场炸锅了，质问莫德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疯子。但莫德脸不红心不跳，认真的对小马说：“不，我嫁给伊波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永远和你在一起了。”这句话让小马感动坏了，他放心的离去。可等关上大门后，莫德再也抑制不住，浑身颤抖，连蹦带跳的对自己的影子说了句 Principessa。至此，莫德终于偷来了属于他的欢愉，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若想在布兰迪家族站稳脚跟，他必须要有一个盟友。可小马太过天真，又出身上流，注定无法理解自己，所以最合适的人选只有同样出身底层又备受公主信任的卡农。于是，莫德穿好衣服，冒着大雨敲响了卡农的房门，一杆猎枪直逼面门。但莫德丝毫不惧，抬手就是2巴掌。他害怕卡叔将他和司机的事说出来，于是威胁他，自己也知道了小马他们3人的关系，如果敢插手自己的事，这个秘密绝对会公布于众。但卡农满脸无所谓，反正丢脸的是布兰迪家，生气的是公主，并且莫德真的有胆量公布吗？ Andatevene a casa, facioncina. Io del vestito tutto bagnato. Io faccio chi tu la vuoi! E fatelo.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莫德也没有了退路。既然当不了敌人，那就做个同谋者。但这一幕却被司机罗克看到了。大雨下了整夜，直到第2天清晨，莫德才从卡农家离开。但还没到庄园，就看到罗克早已等候多时。他谎称公主有令要进城采购，可坐上车后，罗克一言不发，车速飞快。莫德隐约察觉不对，刚开口询问，他就满脸凶光，掐住莫德的脖子质问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Altro che suora. Tu puttana sei. E tu sei un rugnoso, becco, ma insomma, manco le palle per fare la guerra come un uomo ten. Sai, t'affanare. Un stecchio da studiare. Ora vado là, la principessa e ci dico tutto, eh? No. E poverino, gli dico che fai a notte con gabellotto. 罗克非常生气，要把他和卡农的事告诉公主。莫德肉眼可见的慌张，他还想像之前一样亲一口再说些软话，可罗克已经不吃这套了。眼看庄园越来越近，莫德知道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于是他心一横，一把夺过方向盘，制造了一场车祸。不知过了多久，也许莫德命大，浑身是血的爬出，却只受了皮外伤。但罗克死的不能再死了，这已经是第5条人命了。莫德在合上他的眼睛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庄园。而对于罗克的死，公主根本没有在意，歌照唱，舞照跳，婚礼日期不能变。但她又怕丢人现眼，所以将时间定在了凌晨3点，只有证婚的牧师和家里的佣人出席。作为母亲，她连儿子的婚礼都不愿露面。就这样，莫德脸上挂伤，在上帝面前，终于成为了布兰迪家族的儿媳。从一开始的修女客人，到操持别墅的管家，再到现在的别墅女主人，莫德终于完成了阶级跳跃。就这样，莫德白天找卡农请教打理庄园，晚上陪一波读书写字，抽空还能跟小马嬉闹。而在外人眼中，莫德又是一个万里挑一的好雇主，庄园里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好感，把他当做了第2个盖亚公主。而不久后，战争结束了，老百姓们都在庆祝和平，可公主却不乐意了，因为她的长子死了，这对她意味着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并且她也过惯了孤独刻薄的生活，所以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融入到平民中去庆祝战争结束。但这样莫德又不乐意了。婆婆不想体会和平的喜悦，可她生于平民，身体里流淌着平民的血，并且她现在也有权给家里的仆人们放假。 Lo dico io. Ma dovrà venire fuori, nella proprietà, ma lontano dalla villa. Grazie. Non si preoccupi, faremo come dice lei.
而晚上，他又带着小马一起去参加了平民的庆祝活动。此时的莫德受够了顺从，受够了让别人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就是他，既不是谁的仆人，也不是谁的主人。他要过他向往的生活，去他从小就向往的心中之城卡塔尼亚。莫德第一次听说卡塔尼亚是9岁时父亲突然回来，一边说要带他去卡塔尼亚看大海，一边对他实施侵害。所以对莫德来说，只要去了卡塔尼亚，就代表着自由，代表着凌驾父权的能力。而之前在小马口中得知，布兰迪家族的根基就在卡塔尼亚，只不过当时为了躲避战乱，才临时搬到了这里。而现在战争结束了，公主却不愿回去，所以莫德想要颠覆秩序，看到大海，就要除掉最后的威胁——盖亚公主。而大战过后必有大义，随着大批伤员陆续进城，一场恐怖的瘟疫迅速蔓延全国。庄园里的佣人一个接一个的染疫死去，所有人都戴上口罩，每日做好消毒。但即便这样，还是有人不断死去。无奈，公主只能下令封闭庄园，所有人只能出不能进。也许是因为疫情，大家都没事干，公主总觉得莫德胖了不少。Sei piuttosto ingrassata. Perdi la tua eleganza, ti rispuntano le tue origini contadine, soprattutto queste guance baffute, scusami. Imbarazzante. 又是一个雷雨夜，公主在家摔了一跤，由于没人及时发现，她摔得不轻。医生说了，公主的心脏十分脆弱，为了避免染上瘟疫，最好是有人单独照料。而这个重担自然落到了莫德身上。但就在此刻，她又发现自己怀孕了。王子一波什么都不会，所以只能是卡农的。这件事绝不能让公主知道。但公主只是病了，又不是傻了。她总觉得莫德最近胖得太快，于是她强行让莫德脱下外套。果然跟她猜的没错，莫德怀孕了。但公主以为她怀的是怪物儿子的种，扭曲着警告他。遗嘱里写的清清楚楚，我没有继承人，无论是小马还是莫德，谁生下孩子，所有的资产都将捐给慈善机构，一分也别想得到。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吃些草药，趁早把孩子处理掉。莫德冲出阳台，让他打掉孩子是不可能的，吃些有毒的草药倒是个不错的办法。于是从那天起，莫德正式接管庄园，以避免流感扩散为由，禁止任何人看望公主，包括小马也不行。而他则每天采摘毒物，一点点给盖亚公主下毒，看着她逐渐变得虚弱嗜睡，直到下不了床。期间，莫德还不止一次将王子领下楼，让他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亲生母亲，还领着他在庄园到处参观。其实莫德真的不讨厌一波，甚至有点宠溺，似乎要将对唐氏综合症妹妹的亏欠全都弥补到一波身上。就这样一段时间后，公主也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但莫德翻遍全屋都没找到遗嘱。他猜测遗嘱应该在某个人身上，会是谁呢？ Perderai tutto, lo sai. Io posso fare a meno dei vostri soldi, delle vostre comodità. Penso a Beatrice, a Ippolito. Non solo a mio figlio. Dobbiamo vivere, non restare chiusi dentro queste stanze di morti. Che sia. Dammi da bere. Avrò diritto di andarmene. 也许是明白大限将至，也许是他已经做好将布兰迪家族终结的准备，他主动喝下了那杯早已察觉有问题的咖啡。反正只要莫德生下孩子，遗嘱就能生效。次日，公主病逝，所有人都以为她是正常死亡。葬礼很隆重，所有人都来了，当然也包括公主最信任的代理人卡农。看着她的身影，莫德似乎猜到了什么，难怪在封锁庄园时，公主唯独把卡叔赶走了。当时莫德还纳闷，如果遗嘱在他身上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公主预感自己扛不过这次瘟疫，又不想让家族丑闻曝光，所以压根就没打算给他们留遗产，只等自己一走，遗嘱自行生效，怪物时代就彻底终结了。但公主千算万算，唯独没算到卡农已经是莫德的人了。于是他偷偷跟着卡农找到了他的家里，但卡农不仅有家庭，还有一个刚从战场回来的儿子。可他还是说了自己怀孕的事。卡农瞬间明白了莫德的意思，他不是来要名分的，而是要拉他上船。 Ricordati che quella notte sei venuto tu a cercarmi, non ti scordare. E così si fanno in due. Che cosa vuoi? Tu testamento. Tu che sai tutto degli affari della principessa, che ne sai? Dove sta? Brava, mia piccerita. Non si dimentica mai di pensare agli affari. Un sogno da piccini. Beh, non riesco a trovarlo. L'uomo che il notaio. 次日，由于公证人也没有找到遗嘱，所以莫德联合卡农硬生生捏造了一份遗嘱。王子一波由于智力受限，所以家族长们由莫德代理。而莫德也不傻，他给在场的公证人、神父、医师，甚至是佣人都捐赠了一份可观的遗产。至于小马更不必多说，除了每年的补助外，还有家族分红。待所有人走后，卡农关上大门，拿出遗嘱。 Apri le finestre. E fai entrare un poco d'aria. Che ce n'è bisogno in questa casa.
至此，再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莫德了。他打开火炉，一页页焚烧，这熟悉的烤火动作如同宿命的回响。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而是主宰火焰的人。不久后，莫德生下孩子，伊波的病也好了大半，可以简单交流，也能外出走动。现在是时候前往他的卡塔尼亚了，但在此之前，他既不放心，又舍不得卡农。È finito il tempo della spensieratezza. Io starò sempre dalla tua parte, non ti tradirò mai. Ma tu qui da stare e dimenticare. 而故事的最后，由于布兰迪家族并不认可伊波，所以莫德专门为他找了一名保姆，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安排妥当后，他带着小马、孩子3人一同前往心中之城。而在路过一处麦田时，母亲、妹妹、圣母、罗科、公主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但莫德挥了挥手，又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当汽车抵达卡塔尼亚，来到布兰迪家族府邸，一群人簇拥着围上来时，莫德突然意识到，公主的身份依然被虚伪的表象和层层的枷锁束缚着，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而卡塔尼亚也不过是他心中的欲望之城，虽然美好，却是虚妄。于是莫德转身独自离开，此刻他要去看真正的星辰大海。至此，全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